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，欢迎来到 MA100第61集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说是故事吗？其实也是一首诗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0吧。一首阿巴绕光牛排酒吧之诗。在阿巴绕光中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看似不会招妓与偷车的人们聚集在一间布满奇异插画的牛排酒吧里，他们讨论着荒谬的事物，一边品味着智慧与幸运的滋味，却不知道这些滋味只是另一种虚幻的迷惘。两个人一边吃着牛排，一边讨论着一些废话，直到太阳西沉。他们吃吃说说，有着若有似无的互动。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：“你想不想知道我得到了什么好工作？”另一个人回答：“当警察吗？你知道警察为什么喜欢叫人靠边停车吗？昨天我他妈撞车了，都第5辆了。那个，你的车暂时用不到，对吧？”牛排酒吧今晚的气氛不太对劲。一个陌生人走过来，语气神秘地说：“吃牛排要连盘子一起吃，不要被世俗的框架所限制。”他的穿着打扮透露着一种低品味的才艺，使得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股麻木的生活氛围。那是一个火苗，一个引爆点。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，幸运女神只负责幸运，智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一个瓶子突然从某张桌子飞出来，落在地上，接着叫骂声四起。原本吃饭喝酒的人群开始围在一起，声嘶力竭的各自喊叫。有人疑惑地喊：“你向警察撒谎了吗？”叫骂声四起，各种声音掺杂在一起。有个女人感叹：“干脆变成男人算了。”有人喊：“这本黄书是不是你的？”一个刚出狱的狱友正以温柔的语气对某人说：“你能帮我捡下肥皂吗？”一张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海关表格底部有个选项被打了勾。您是恐怖分子吗？一个穿着西装的先生走到吧台，高举酒瓶，微笑着喊：“大家有时间聊聊佛经吗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借我点钱，我1年之内就能帮你翻倍。能帮我做保人吗？”有个压嗓子的声音：“妈，我能不能也喝一点啊？”有个甜美的声音拿着电话喊：“宝贝，一个人在家吗？”叫骂声四起，各种声音掺杂在一起。在这个荒谬的景色底下，人群的关系不断深化。新形态，新类型。一位酒吧常客突然把随身携带的狗粮撒在他人脸上，还赏了对方一脚，并且像念咒一样喃喃自语道：“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”在场的众人不禁感慨：凡是痴迷于逻辑，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奇怪。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同一个不为人知的答案。终于，日内瓦王子出现了。他神秘地喊：“谁能帮我从我的开曼群岛银行账户里面转出1亿美金吗？”新类型，新形态，无论是情感或是友谊，都在不断莫测之中变换。每个人都在寻求生存的意义，却在这种荒谬中失去了方向。几个人跌跌撞撞跑出牛排酒吧，有人开车，有人在追。在经历了50分钟的飞车追逐之后，那些看似不会偷车的人物们惊恐地发现，他们的车子竟然在桥上着火打转。几个乘客从车里被甩出去，掉进冰冷的河里。在这种生死关头，男女之间的摩擦也变得无足轻重。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中，从众心态占据了 75% 的空间。一些已经被遗忘的事物，如同早晨的雾气般，在日出前，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烟消云散。而在那远离喧嚣的角落里，总有人问：“想认识你附近的性感单身女士吗？”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中，人们无一幸免，又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他们在这样的世界里寻求那些无法触及的答案，却又总是被现实的无情提问所击倒。他们试图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存在，然而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，他们却不禁感叹：只有假奶才能被挤成那样。你想买吗？
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，变得越来越奇怪。每个人都努力在寻求生存的意义，却又不由自主地陷入荒谬的深渊。无意间，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孤独角落，写诗，寻求那些已经被遗忘的遥远事物，努力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无论是情感或是友谊，那个永远也不会再对话的对象，都在真实与虚假的画面里不断变换。你很想抓点什么，你很想抓住点什么，却不想掩住耳朵。你听着四面八方的声音，哦，我的 Mickey 啊，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，他们终究无法摆脱无法抵达的终点。这首诗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听下去。阿巴绕光到底是什么奇幻的国度呢？如果你的内心也有所感触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